大家好，我是鏡子姐。從南法来到意大利邊城聖雷莫的第二天早晨，我們從民宿出發，準備前往附近的小城刀西阿瓜，距離這裡大概50多分鐘的車程。你們看，山城的路況就是這樣，陡峭而又蜿蜒。车下去的地方，这儿也没有停牌一说啊，不过那儿能看到镜子。昨天剛到時，我們忙着找民宿，也不習慣意大利山城這略顯狂野的道路，幾乎沒有顧得上欣賞城裡的風景。而今天經過一晚的休整，再加上昨天晚飯後在城裡隨意的散步，我們終於可以放慢節奏，放鬆心情，重新欣賞這座城市的早晨。小城還挺漂亮的。昨天晚上也是出去了一圈，覺得哎呀很安靜哈，然後挺美的。中文翻譯這個小城的名字叫聖雷莫。哦，聖雷莫啊。這樣 San Remo 嘛，你不就好記了嗎？看這喝咖啡的，这小店。昨天過來的時候，當時哎呦小心這摩托車。他們這兒都是，我發現在尤其意大利好像更多，法國就已經很多了。這個開摩托車的特別多，這個小鎮裡就更多了，感覺。這個小鎮是一個旅遊城市。什么方向都有。这兒開車還是挺混亂的，我們現在都不習慣了。各種方向的。就是在中國開慣車的人就可能習慣了。方向的。這個車可能是丹麥的，反正這個小鎮全部就是旅遊，據說還有音樂節什麼的，非常的。剛昨天來的時候沒覺得，後來才知道這個小城也是很有名的旅遊城市。反正感覺還挺安全的，確實。昨天別看這個馬路是亂亂哄哄的吧，還是說這兒的居民，反正感覺都還可以。我昨天晚上出去吃飯回來的時候挺晚的，感覺還不錯。这摩托車看看這一溜一溜全是摩托車，估計開車的人全是旅遊者，從外面來的。跟中國的電動車一樣，那個比汽車有效的多。到處都是騎摩托的。但他們就這個建築物還是比較特別的有藝術氣息哈，就覺得一下有風情特色了。讓人設計東西不都仔細嗎？哪怕是一個小城。現在走的這個就是海濱大道吧，感覺是。
裡的這個城也都是山路，環山路。前面那堆有房子，估计就是那個刀水馆了哈。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的。我们到了这个刀水馆，这个小城已经。水真清，看这水里还有鱼呢。哇，这水真清啊！哪儿呢鱼？哦，还真是小鱼。对面好像那边是不是一个学校啊？净听这小孩的声音哈。踢足球呢？意大利人真是爱踢足球。这座位於城堡山腳下的教堂叫做聖安東尼奧·阿巴特教堂，它建於中世紀，是小鎮歷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從教堂的細節可見利古利亞地區獨特的藝術裝飾。在過去，這裡不僅是宗教場所，也是居民進入城堡山前尋求庇護與祝福的地方。離開教堂後，我們鑽入這個小巷，沿着石階向上，小鎮的歷史一點點地展開，城堡就在前方。这还有人晾衣服。哎，这还有个中国国旗呢，你看见了吗？这上面还有一个中国国旗，不知道为啥。他们的门上面都有，经常有画画或者弄上颜色，虽然古旧，但是还是挺漂亮的。都是中国国旗。那那个房子怎么盖起来的？不知道，很神啊！这是一家一户的。这一个个落起来这么高，给别人还是大家一块集资说，我们就盖个5层楼，大家商量着来，山上盖房子，也有人起。人都是幅畫，都有一幅畫。他們這個等於是每個門都有一道，都有畫。這裡不僅是爬樓梯，更像是進入了一個地下迷宮一樣。
看到這些油畫，真想買幾幅回家，可惜這次沒準備足夠大的行李，特別遺憾。Dulce Agua的歷史遠不止美麗的石橋和這些爬坡小巷，這裡最核心的是坐落在山頂的多利亞城堡。這是收費的，6塊錢，6個歐一個人上的這山頂上這個城堡，真正的古堡。这个小城，意大利城真的是很美，觉得很漂亮，而且很有韵味儿，都是古迹。它的那个每一扇门、每个墙，哪怕这个虽然这个已經很古老了，但是還有到處充滿了藝術氣息。多利亞城堡，它最早出現在12世紀，後來成為熱那亞貴族道瑞家族的重要據點。在幾個世紀裡，這座城堡經歷過貴族衝突、戰火與圍攻。尤其在18世紀奧地利繼承戰爭期間，法國和西班牙軍隊攻破了它的防線。隨後期法國勢力的擴張，這裡結束了舊有的封地制度，成為拿破崙時代法國影響下的一部分。儘管城堡最終部分毀壞，但當年的故事仍然留在這些石牆和山巔之上。在古堡裡，不由自主，我們竟然待了很久。我這個不太愛看文字介紹的人，竟然被這個邊城小鎮反覆易手的命運深深吸引，更對道瑞家族這個中世紀利古利亞最強大的貴族之一的家族，尤其是聯姻的故事看得津津有味兒。看來我的八卦心真的不少。他們現在還有直系的家人，現在散落在世界各地。那這個古堡到底是 Doria 還是 Grim？ 哦，在看紀錄片時，看到他們家小孩子們的合影，我深有感觸。在那個年代，即便是外國的貴族照出來的照片，猛一看和大家一直詬病的清朝格格王爺們照的那個照片幾乎差不多，分不出彼此來。大家有沒有同感？這個城堡廢墟因為藝術家莫奈還有了另一層意義。他在1884年來到 Dulce Agua， 因為這裡的光影與老橋、山城、河流極具畫面感，吸引了他，創作了非常多的作品。他拿着畫布顏料，像一位真正的寫生者一樣不知疲倦地在山坡與橋邊，把當時的光線和風景一幅幅捕捉下來。是莫奈的畫，然後莫奈他竟然剛才寫了一個 I walked like a dog, I don't spell myself。他是不是就說，等會兒一會兒我仔細看看，這個他就全是莫奈畫的畫。所以因為太美了，所以他每天都在這畫，所以他說他 walk like a dog。我這麼理解的。如今像 Dulce Agua 的城堡和 Dulce Agua 的橋這樣的作品，已經成為莫奈旅居意大利時期的重要畫作，有時還會被帶回來在城堡展出，讓人能在原地感受他當年的視角。真好看，這水也好清啊，這水非常非常的清。古老石橋。这個是在夾在山中間。
下了山，我們在城裡找了一家小飯館，簡單的吃了頓午餐。你弄的是醋是吗？那也不给个小瓶儿。感觉这是一座没有被过度商业化的小城，商店不多，游客也不算密集，很多地方看起来有些旧，有些暗，街道也并不宽敞。但正因为这样，它反而保留了非常真實的中世紀肌理，不刻意取悅遊客，只是安靜地過着自己的日子。刀碎阿瓜，一個讓莫奈停下腳步，讓摩納哥王室糾纏百年，也讓我偶遇了一片中國紅的邊境秘境。在這裡望着古橋、城堡和緩緩流淌的河水，一下子就感受到了時間在這裡慢了下來。也許這就是旅行裡最打動人的地方。再見，刀碎阿瓜。謝謝觀看，下期再見。